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逐字听清楚真正的深层的含义啊。K 线部分它只是数，前半部分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短，这个不重要啊，更重要的是后半部分的言论。因为什么？那个才是真正让你账户可以得到改善，让你少赔钱，迅速走向稳定盈利的灵丹妙药啊！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。目前比特币盘面跟中午比起来有一点变化，就是好像回踩确认了啊。这个位置回踩确认的话，是可以再次还没有开单的朋友可以在这儿下方设止损，设在44300附近，然后短止损开多。但是这个地方目前盈亏比不是太好啊，也许在 0.618 这个位置可能会碰到阻力，然后再次回调，这是有可能的啊。RSI 已经到达超买区，如果它再上来的话，很有可能形成顶背离。需要密切关注的还有一个什么？全网 BTC 合约未平仓头寸啊，增至194亿，这是12点44分的消息。然后这个量大概有多少？期货合约未平仓头寸43.588万枚比特币。然后往往根据历史的经验啊，往往未平仓头寸多的时候，市场都会有剧烈的波动。那方向通常都是什么样的呢？近期大部分都是看多，往往这个时候是回跌，说白了会怎么样？杀死这些头寸。然后越是唱空多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把空单全部都杀死，这个是铁律啊。但是现在目前这个位置，我们不能确定它一定会往下砸盘，不是这样的啊，只是需要什么？脑子里头时刻带着这个警惕，带着这个警钟，一定得有。然后密切关注上方 0.618 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45000还是45000，如果踩上去踩住，本周收线要是能踩住的话，很有希望继续上攻啊。但如果它要是假突破，然后留着影线再掉下来，掉到这个上升趋势线的下方，那就不好说了啊。还是我之前的观点，就像这个位置要破位了，就很容易往下。然后再看一下以太坊，以太坊目前上来的这个波动形态也是非常难判断，但小的趋势来看，这个确实有明显的顶背离，但是比较强劲。去年1年以太坊的上升其实没有多少，说白了它没有太大的动能，所以目前也是比较难判断的这种行情。它刚好现在也是走到从高点2713回跌到2167，然后反弹的这个过程啊，走到 0.5， 它这个位置会不会是只是反弹调整结束以后再来一波，不确定啊，或者是下来以后直接推动浪破掉前高，两种可能性都有，所以说还是要观望一下。它要是能突破 0.618， 那就很有可能再创新高啊。那好，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先简单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。我虽然留了言，但是他这个问题很普遍啊。老师能讲一下怎么资金做大吗？说白了，我的理解是你的问话是不是
怎么样才能迅速暴富，迅速赚大钱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或者是你现在的资金小，怎么能逐渐让它滚雪球大起来？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啊。我简单的回复了一下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那简单来说，你得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，这样的话，无论你的本金多大还是多小，你都可以把资金做大哦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把资金做大的过程当中，你从小的钱、小的资金开始逐渐往上，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。刚开始你可能1万块开始，10万块、100万，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总说的这个损失厌恶，你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，不可同样的状态去理解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同样的损失厌恶百分比，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金额，所以你心里的承受力，每个人的度量、气量都不一样。所以说，你在这个资金变大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螺旋式的、没完没了的经历这个你自己的内心挣扎，一定会有同伴的这个问题。还有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交易是一个非常顶级的职业啊，赚钱的，它门槛很低，谁都能干。但是你想通过它谋生、持续盈利、赚钱，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。但是你完全可以怎么样？不要把它变成职业，慢节奏的，年盈利有个10%几、20%或者是30%、50%，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，不是说不能实现。所以说你的定位、预期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心智，这一切都是相互成正比的啊，这些是配套相关的。你单纯的都想赚钱，全球小80亿人都想赚钱，都想赚大钱，但谁真正赚到钱了呢？你得了解钱的本质，钱进钱出的本质，那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所有人都是脑袋血尖，想迅速暴富、一夜暴富，可能吗？不现实。问题不在赚钱，问题是怎样这个钱才能来，因果关系必须得清楚啊。所以交易也是一样，你要应付的、认知的、控制的心理等等等等，诸如很多都对你有非常高的要求跟标准啊。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是非常考验人性，也是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。所以我应该是给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了，希望大家也是当做参考。那好，回到今天的话题，轻松一点。冯巩的相声《小偷公司》，说你行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你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横批：不服不行。这小偷公司的一个经典的相声段子台词啊。那这个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这些经典的相声，无论是哪个电视台啊，还是网络上，我们都能看得到啊。那今天为什么讲这个？这个跟我们交易密切相关啊，非常符合交易稳定盈利的逻辑。为什么这么讲？牛市行情的时候，不管你阿猫阿狗是谁，只要恰当的时机进场拿住了，说你行就行，你不行也行，也能赚钱。然后随之而来什么问题？你什么也不是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自己行了，然后得意忘形，然后只要给一些波动回调，你就马上就招架不住，没有这个应对能力，随后会怎么样？就是赔钱嘛。这不是大概率，这是确定的，几乎100%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没有应对能力啊。然后为什么很多新进场刚入门的人刚开始都能赚到钱？我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哦。你们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呀？就是因为听了很多媒体的渲染，一些消息，隔壁邻居谁买股票买什么投资标的赚钱了，
然后好像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，好像就差我没进入这个市场，好像就落下我了，我可不能被落下，然后你就进来了。当然这个市场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接近顶部的区域，然后怎么样，一个趋势形成的时候，它会持续一个惯性一段时间。主力要的就是什么样，就是把大部分人全装到这个车里，给你扔到高位，做满员了以后怎么样，一下子噗，一直都是这样，历史就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所以说牛市行情、上涨行情，说你行就行，不行也行。然后你像去年比特币年初从15000多一路上来，前期一直到3万多都没有太多大众参与啊，不敢参与，觉得比特币不行了，已经都从6万9跌到1万5，这怎么可能还有希望？它只是一个小反弹，反弹到3万撑死了，它不会再往上。结果怎么样了？它从3万回调到2万5区间几次，然后一路向上啊，然后直到怎么样，超过大概3万5，甚至是3万6，速度很快啊。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怎么样，媒体开始大量的烘托气氛，各种渲染，然后散户的心思也开始慢慢被勾引，对吧？然后你们就逐渐开始进场，基本上你们的成本区间很多人都是这个区间，所以现在坐立不安，稍微上去一点你就开心，稍微往下回调一点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还有一个说你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，什么意思？别说我们啊，别说我们普通散户，就是顶级的投资大师、交易大师也一样。前年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啊，纳斯达克100，前年纳斯达克从高点16800附近一路跌到10470这个附近。别说你们这些散户，连巴菲特、索罗斯这些人该止损也都得止损啊，很正常的一件事儿。还有一个，很多圈内著名的这些所谓的基金经理，还有什么管理私募的这些人，自杀跳楼的数都数不过来啊，只是你们不认识，太多了。所以说你就是行也不行，你就是职业的，搞不好你也会死的。但巴菲特那种人为什么不死？就是因为老谋深算嘛，他能把风险管理得非常好，顶多就是短暂的止损、调仓而已，换一换投资标的，仅此而已。那我们大众散户呢，有这个调整的应对的能力跟预案吗？如果要是没有的话，你就是不行啊。人家行的人都不行呢，你算老几哪盘菜？所以说怎么样，资本市场不服不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稳定盈利？首先第一点，良好的投资心态、投资心理铺垫好，这是底色。然后第二点，表层的数，什么意思？法则、交易法则、K线分析的方法、数据的解读、消息面的解读，这些都得掌握。然后最重要的，管好自己的钱袋子，管好自己的贪念欲望，管好自己的情绪，这一系列全部结合去应对这个市场，走过周期，至少你要走牛熊鹿猴一整轮的市场，再复习一整轮，你才会怎么样，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交易心态，这样才能保证你这一辈子都能长长久久的稳定盈利。
那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啊，希望大家过个好年，然后交易顺利，再见。